自今年以来，英国开始进行海上力量全球部署。仅从7月份来看，英国海军伊丽莎白女王号战斗群与印度海军举行代号为康坎的联合军演。英国23型护卫舰李士满号进入泰国领海，与泰国海军进行海上联合演习。紧接着，以英国伊丽莎白女王号为首的多国海军航母编队进入南海。英国国防部还发布消息，声称英国航母打击群将于8月在菲律宾海与澳大利亚、法国、日本、新西兰、韩国以及美国举行一系列军事演习。除此之外，英国方面前不久还对外宣布，从今年8月份开始，在亚洲永久部署2艘江河级巡逻舰，而搭载 F-35战机的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也将计划于9月份停靠日本横须贺港。英国除了部署军舰以外，还计划在亚洲部署一个滨海反应群。英国一系列在亚太地区的部署，体现了该国想要加强与美日等国家海上力量合作意愿的同时，更是体现出了其想要深度介入亚太地区局势的野心。包括5月份，英国皇家海军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战斗群正式出海，为期7个月的全球航行，英国动作频频，很明显是在持续加强亚太地区军事存在。难不成英国是真想玩火？值得一提，前几日英国曾公开宣称要向日本部署陆战队，负责执行反恐和撤侨任务。目前撤侨行动已经提上日程。撤侨意味着什么？想必大多数军迷都很清楚。只有在两国局势非常紧张，随时有可能引爆战争的情况下，才会采取撤侨行动。撤侨就好比向对手发出警告，告诉对手自己已经没有后顾之忧，可以随时开战。英国突然宣称要派出负责执行撤侨行动的海军陆战队，是已经打算跟中国一战了吗？在分析看来，英国就算是有美国撑腰，也并非有勇气开战。一个曾经的日不落帝国，就算再没有脑子，也应该知道美国是什么样的国家，在关键时刻是否真的会伸出援助之手。在没有100%把握的前提下，英国还不敢真的跟中国开战，否则必定是惨痛的下场。再者，中英关系虽然紧张，但也没有到随时可能爆发战争的地步，所以唯一的解释就是英国很可能在借撤侨向中国施压。当然，这也只是猜测，但不管怎么样，英国如此狂妄的叫板中国，解放军忍耐也是有限度的。借用此前相关军事专家的话来说，面对这种不怕死的国家，唯有打怕了，他才会乖乖学狗叫。总之，现在亚太不断传来大声响，解放军就一句话，奉陪到底。尽管英国实力不如中国，但国人如今的反应就非常危险。轻敌是惨败的前兆，我国绝不能放松警惕。这段时间，美国高官几乎倾巢而出，展示环中国的亚洲访问之行。7月18号到25号，美国副国务卿舍曼接连访问日本、韩国、蒙古国，之后访问中国，连面尽失。同时，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也开始访问新加坡、越南、菲律宾，大谈南海问题。随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问印度和科威特，相当露骨怂恿印度和美国联手对抗中国。近日，美国还宣布副总统贺锦丽即将访问越南、新加坡。美国一下子出动4大金刚，到底要干什么？这是摆在明面上的事儿。这次亚洲之行显然就是拉拢中国周边国家，组建对抗中国的圈子，多方向搅乱中国稳定局势。事实上，中国周边国家对中国崛起有着复杂感受，有的想竭力阻止，有的跟着美国搅浑水，有的风吹两边倒，好处两边拿，有的想合作搭上经济顺风车。美国正利用这一点，怂恿有些国家勇敢冲锋陷阵对抗中国。但想法归想法，敢不敢就是另一回事了。在美国想包围中国的时候，中国拉上了背靠背的好兄弟。7月29号，中国国防部消息证实，中俄武装力量将参加西部联合2021演习。据悉，中方参演部队以西部战区为主，俄联邦武装力量以东部军区为主。双方参演兵力高达1万多人，并出动多款飞机、火炮和装甲装备，提升联合侦搜预警、打击清剿、电子信息攻击等能力。这次中俄演习更是创下了4个首次被指前所未有。第一是自疫情以来首次在中国境内举行联演联训活动。第二，西部联合2021这个演习代号从未出现过，意味着中国军队首次邀请外军入境参加年度战略演习。第三，这是俄军首次进入解放军陆军青铜峡合同战术训练基地参演。
第四，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首次因为军演到访中国，也证明这次演习非同寻常。这4个首次都表明中俄两军之间的战略互信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此举势必会引发美欧舆论震动。分析称，美国正从阿富汗、伊拉克全面撤军，把注意力开始从中东转向西太平洋地区。另一方面，美国从中东撤军，加剧了阿富汗、伊拉克乱局，已经蔓延到中俄边境。可以说，在美国操作下，中俄周围并不稳定。不仅是西部地区，美国还拉拢印度在中国西南边境搞事儿，而且还拉拢东南亚国家想在南海搞事儿，同时还不断加强和台当局勾结，搅乱台海局势。此外，还和日本不断在东海挑衅。中俄加强战略军事合作，就是为了震慑宵小。在绝对实力面前，一切阴谋诡计都是徒劳的。在新冠病毒溯源栽赃中国这事上，美国就像条猎狗一样紧咬不放。29日，美国务卿布林肯会见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再次要求世卫组织在包括中国等地进行更多溯源调查。但这次美国要引火烧身了。中国以实际行动为全球溯源做出贡献，而美国呢？美方口口声声溯源要基于证据，但空口污蔑中方实验室泄漏，造谣所谓3名连名字都说不出来的武汉病毒所员工患病，打压客观理性的科学人士。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查出2020年1月采集的美国国内血液样本检测出抗体后，美政府却封存2020年1月以前的血液样本。美国作为全球疫情最严重的国家，美国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中心病毒泄漏，美国马里兰州2019年出现不明肺炎等，都疑团重重。美国真要溯源，就应该打开大门，让世卫专家去查。在美国不断泼脏水的时候，中国反将了一军。赵立坚透露，中方早已主动向世卫组织提交了下阶段溯源工作的中国方案，下一步可能就是推动世卫成员国投票去美国调查。巧的是，德特里克堡被锤了，美国人自爆了。之前，意大利和荷兰实验室发现，疫情爆发前采集的血液样本中出现了新冠病毒抗体，病毒可能早于公认时间点就开始传播。据美国的世界新闻网最新报道，更是爆出惊天大雷，正是2019年美军通过其血液项目将新冠病毒带到了欧洲，而进入意大利美军基地的当地志愿者成为最早的受害者，而传播源可追溯到美国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美国疾控中心的多处被删掉的调查报告曾提到，美国德特里克堡内有大量未经处理的医疗废物，员工也没穿戴任何防护设备，对待生物制剂和毒素的态度很吓人，存在严重违规行为。人员在没有进行呼吸保护情况下，对一些感染病毒的非人灵长类动物进行手术。实验室建筑物外表也未进行密封，这也就解释了美军基地附近为何总是发生病毒泄漏事件。而美军武装部队血液项目正是病毒载体，该项目从国家中心地区采集血液，包括德特里克堡、安德鲁斯基地，然后将血液运送英国、意大利基地，而被感染美军人员或冷链血包上的病毒就这样抵达欧洲。而英国和意大利起初最严重的疫情爆发地都靠近美国军事基地。综上，德特里克堡、美军人员以及冷链血液包裹都应该是重点调查的目标。美国需要给世界一个交代。美国之所以一直坚持向中国泼脏水，是心里有鬼吧？自从去年一场边境对峙开始，中印双方之间的局势紧张就呈现忽高忽低的态势。大多数时候，印度扮演的都是局势的挑动者。随着中印第12轮军长级会谈的临近，印度又开始在边境异动频频。据报道介绍称，印度已经在同中国接壤的边境附近部署了最新的阵风战斗机，其数量高达8架。另外，这些阵风战斗机号称都配备了极其致命的武器。对于这项部署，印度空军司令巴达乌里亚叫嚣着，配备新战机的印度空军中队将能够在战时随时随地保持主导地位，并将会吓倒对手。尽管巴达乌里亚这番话并未指明将要威慑的对手是谁，但是在中印即将举行新一轮军长会谈前夕，这样的针对意味不言而喻。况且从印度在边境部署第1架阵风战斗机起，其就被印度认为是对付中国的战略利器，这让人不禁疑惑，印度一边要和中国谈，一边又大量往边境运兵，究竟在打什么算盘？对此，印媒直言不讳地表示，这一部署将很有可能在会谈前对中方形成新的威慑力量，借此印度可以增加在会谈压制中国的筹码。出于这样的压制想法，印度大幅运兵也就解释得通了。而除了新增部署8架阵风战斗机外，印度还试图用俄罗斯作为压制中国的筹码。
据悉，在俄罗斯第5代隐形战斗机亮相之后，印度将成为其主要买家，其目的是想借着这款新型战机在边境问题上压制中国。让人意外的是，相比于印度在会谈前的大幅招兵买马，解放军似乎毫无动静。难道我军不需要在会谈前部署战略利器威慑印度吗？某种程度上来说，并不需要。我军按兵不动，实则是我军底气的体现。正如同局座张召忠所说的那样，我国武器发展稳扎稳打，从来都没有一口气吃成胖子的想法。也正是一步一个脚印的踏实发展，才使得我国在任何威胁面前都能无所畏惧。而印度则不同，其国内武器制造状况堪忧，一旦面临危机，只能依靠武器外购撑场面。如今在会谈前的部署，更像是临阵磨枪，其对中国所能起到的威慑作用又能有多少呢？不得不说，中国按兵不动背后的原因令国人群情激愤，这不是没有作为，而是我军战略底气的体现。